喂，大家好，那再来看一下，对吧？明天就是我们这边外服是要更新那个14.3的更新，可以看一下。我们30号更新嘛，国服好像是5月才更新，好像是。这个机制类就先不看，不是很重要。这些，哎，就是更新身体健康的，没什么意义啊。其实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我们看一下它平衡嘛。哎，其实我大概瞄了一眼，我感觉这个平衡如果不上 B 配学的话，又能竞争史上最差版本。哎呀，这一季的设计组跟平衡组，哎，都很差，都很差，就是应该是历届以来最差的。我们先看一下吧，这 AMP 他们这搞不清楚现在 AMP 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 AMP 的问题是你的角色设计有问题啊。就是萨米拉其实设计还行，但是他把那个萨米拉的 AMP 加成都砍了。现在萨米拉不开 AMP 都行，就没有开的意义啊。他从一开始开一个是25%的提升，砍到现在都10%左右吧，那就是不会有人开啊。就正常来说。然后安妮这个角色设计也有问题，她就是上一季的蛇女啊，反正你不管怎么平衡，她都有问题啊。就是她就是设计失败，就是设计的人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才会设计这样。她已经上一季明明就有蛇女这种明显的例子，哎，他们还能再设计出安妮，反正就很差。然后这个破译师确实他那个高破译的效果可以提升一下。因为没人会开，主要是大家通常都只会开3，开4都要出10项局才有机会，就是提升一下没啥问题。然后这个发电机24太强了，就2的发电机我们在算的时候就一开始 真师傅之前 PB 他这个给2给5就太多了，2给5对一般的角色的提升，就是对那些施法者就 caster 的提升大概是13%左右吧，然后对那个发电机本人是26%，所以这个就是太强了，两个羁绊给20以上，通常都是太强。对，更何况他还有全队手椅，这个确实得砍成4之后，强度确实掉一大截，也是合理的。这个改动是合理的。这个金牛的改动也还行，因为他现在他其实讲说还行，其实也不行，就是他这个4要调一下，4不能那么烂，你可以5可以就6可以削，但4不能那么烂。对，他这个其实这个4直接调成25都没问题，就跟6一样就行了。他这个调也是稍微有点问题。这个街头狂魔这改应该就是要那个吧，要平衡一下那个狮子狗跟火男数值下调的原因。它这个调其实这个街头的羁绊就还行，就是这个7街头的接绊就还行。对，现在7街头厉害的应该就是金克斯，有机会玩应该还是可以玩的。而极限除了赛博神索以外，其他应该都要削一下，对吧？这个确实是大削，就是把泽利的那个打斗士啊，他这一次他想加强斗士啊，但是我就能说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个数值，他们妈的平衡师根本就没玩游戏，或者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那个角色他妈一堆 bug， 或者是他就抓不清楚强度啊，他们真的是抓不清楚强度。这全息弓回调还行啊，确实该回调，现在就没有道理这个全息弓。在比较强的精英里面，可能全息弓有没有就是平均排名差1点多，这没道理啊，这真没道理。然后这个英雄改动，他这边的平衡怎么说呢？其实有点差，就是他们搞不太清楚状况。就牛这个英雄啊，他妈他不需要加强啊，他牛真的不需要加强，蒙多加强也行，但是这幅度有点太大。这两个就是斗士，他们想强推。但是他们这两个就不该加强了，这两个真不该加强，这两个就没道理加强了。对，然后这个大嘴加强幅度是不够的，这个加强幅度是5%，不多不少，正好是5%。这边我有算一下，反正这个扣个原本的数值是全游戏最烂的，可以跟那个摩甘娜竞争榜一大哥。现在加强之后，大概就是比竞爪应该比竞爪还差个10%吧。也差不多，
对吧？就劲爪，就是寇格魔这个英雄烂到，就是他带阳刀不如劲爪带阳刀，懂吗？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利益跟绝对利益的问题啊。就是寇格魔虽然他很适合阳刀，但是他带阳刀还不如一个不适合阳刀的劲爪，因为他就是废物。废物就是他可能比较擅长干一些事，但他还是个废物，就这样。他加强之后应该还是个废物，就是太少，这个幅度太少，他们搞不清状况。他这个寇格魔要调的话，要调那个攻击力啊，攻击力或攻速。攻击太低啊，攻击跟55差不多，或者是调 AS， 它 0.7 嘛，调 0.75 差不多。他这个就搞不清状况。这波比是机制的问题啊，他一直在改这个根本就没用，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然后那个摩甘娜原本是版本就是跟寇格魔竞争最烂卡片的强者，这卡真的是就是垃圾啊！你什么把它拿来过渡的人都是神人啊！我只能那么说，真的是神人，就没道理把它拿来过渡，它太烂了。然后这个问题是它的技能机制非常差，它这个看起来数值很够，但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中等偏下的卡片。主要它机制太差了，然后它那个好像是不会 stake 的，就是它那个伤害，如果残局的话，剩下一个人，他一直害入那个伤害是不会跌的，所以感觉还是很弱。这个加罗确实原本是太弱了，得加强。他加强之后大概就是稍微弱于那个瑟拉芬尼啊，但他单点嘛，而且还带个晕，然后瑟拉芬尼可能那个3换0的一星削了，那可能也没那么强。对，那到时候再看，因为他们没有讲3换0的数值是怎么削，所以我也看不太懂。然后这镜总共它是这个只削 2%， 就是它的单体只削 2%， 但加上发电机的削弱，如果你有开发电机的话，进这个英雄削了 5%， 差不多就是一个标准值啊，就是如果原本一个还可以用的卡片加强 5% 会变得很强，那如果原本一个就是很 OP 的卡片削 5% 就是会回来变成一个正常卡其实现在就变一个正常卡还行。对，然后这个加罗加强它总伤害大概加强 7-8%， 但它原本是太弱了，它原本真的是太弱了。然后这卡牌是机制改整，然后我看不太懂它这个什么7罪2是这样改那我懂。它这个就是其实卡牌现在这个英雄刚好是一个边界值，他一开始出场的时候普攻是获得3 AP 的，就是在 PVE 的时候，对，然后正式服调成2，但其实2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反直觉，就是他出大天使跟出双阳刀，大天使阳刀跟大天使阳刀跟双阳刀是伤害曲线是差不多，只能说阳刀有一点残局优势，但是也差不了多少。那现在这样改就是大天使阳刀应该是最好的组合，会比双阳刀好。然后这个范这个削其实削是削，但意义不大，因为范的基本素质本来就不好，它就是靠机制的，靠阳刀机制的。这个削是有差，但是它还是靠机制的。它这个 AS 我记得是 0.7 啊，是稍微差一点的，有点问题的。对，然后这个3费这维嘎斯确实它过度是太强了，它这个削一点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这3费我们看一下这古拉格斯其实没必要增强，它主要是它那个专属太烂了，跟它没什么太大关系，它就是一个前期不错的过渡卡。那后期虽然是确实是没什么软用，但是它是天界嘛，就是个挂件，它这个没必要增强。然后这个布朗姆是可以加强，没错，是加强这个2星跟3星给他戴帽子的伤害，确实。原本他那个帽子就3星戴着有点感觉，不然没什么人会给他帽子，大部分都是追逆命跟好运姐嘛，女枪，然后给后面2个输出帽子。前面就前面那个坦度不够，然后阳刀已经做出来，保证前期的伤害已经够了才会给他帽子。然后皇子确实太强啊，那皇子削28伤害这个削这个只能说好削，不削是人，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影响范的地位，我感觉这个范下一版还是很强。如果只看这样的话，这个狮子狗削就有点多了，这削生命就有点伤，那可能2星跟1星过渡又更难了。原本是上一版2星已经有点难了，上一版基本是刚需要3星了，所以这个砍狮子狗大概率
大概率要以金克斯为主啊，如果要玩的话。然后这个优咪加强在5%吧，其实就不够，这个优咪加强5%是肯定不够的。这个妈设计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这卡现在是人，现在这卡是真不是人，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个安妮他妈也不是人，这个增强是他妈人想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垃圾还是垃圾，就改不了，这个平衡就很差。安妮就不能这样做，这个卡是设计失败，怎么救都救不回来，怎么平衡都平衡不好。对啊，然后那个猫咪其实是可以平衡好的，但是他们好像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猫咪这个伤害是不能那么低啊，要加就是一次加10%，因为它原本是真的是在游戏之外，不可能有人去用猫咪的，太烂了，真的完全不可能。我从来没看过别人用猫咪，我自己用过啊，但是我用一次我就马上就知道，因为 PB 的时候猫咪的数值是现在的 1.3 倍啊，就 1.3， 真是 1.3 倍，就是它现在这个数值是砍过30%的。3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说 30%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30% 这个区间太大了，就是云顶这个有史以来基本上没有调30%的卡，他简直就是那个无界楷模，可以当一个典范，居然有人可以砍30%，然后现在加强为 5%，5% 是人我吃啊，或者说是人我吃。然后这个是亚菲利欧嘛，大东，这看起来好像加强很多，其实也没多少，大概 10% 左右吧。这个怎么算的？这怎么算的？可以大概讲一下，大概就是你先把他的那个技能伤害一次，然后大概打到多少人做一个假设，这个可以浮动的。然后后面因为原本是60魔嘛，要6下普攻，然后加上那个飞轮的，就是打的次数，打的好像是几下我忘记了，是6下嘛，原本是6下，所以是12下普攻的伤害，加上6下的那个飞轮附带伤害，然后这个是一个12次普攻的循环，然后新的是13次一次普攻的循环，所以你要把那个做个修正，反正最后算出来就差个9点多%，大概10%，大概跟我估的应该很准。对，这个是这个应该用计算器跑也是大概10%，应该是很准的。然后这个布兰德确实太强了，他这个火爆伤之一其实就是火，那个爆就是稿子。我是爆弹黑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爆弹就稿子，那火人确实太强了不过这个靴对 KD 的影响比较大，对于火爆双之一那个搞笑阵容感觉没什么影响毕竟本来就是搞笑阵容。然后这虫子加强幅度不够了，他们搞不清楚状况。现在虫子的强度是二费卡的强度它完全就不是个人，它跟伊罗伊基本没区别真的是没区别。我不懂他们怎么敢只加强大概不到 10%， 这个就是直接把魔力砍半都没问题。我讲真的，他直接把魔力砍半都没问题，这个角色就是如此的烂，对啊。所以说他们一心想要强化这个斗士，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点不行这个4费这个自身点不行，所以说应该以3费2费以3费1费的强过度是没问题的，但4费没用4费这卡真的是没用这维古斯确实需要加强，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维古斯很强，但维古斯其实就是个搞笑卡，他强的原因就是对手是个稿子。反正我大概有估一下，维古斯就是弱化版的火人原本是这样的那更新后火人我还没算那个数值原本维古斯就是弱化版的火人，我一点都没夸张，就是这样。对，然后这个霞加强这个加强不够，那个大东加强其实也不够，看起来很多。其实他应该把那个攻速调到 0.8 再加上这个修正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应该就是变成强卡，就是他们会希望版本轮替嘛，有强有弱，但是他这个加强其实无法让亚菲利欧直接成为新版本的王他们可能小看亚菲利欧原本有多烂了，这 10% 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是一个质变，亚菲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可以玩到比较不错的选择而已。对，然后这个虫子的就是稿子，真的是稿子，他们就没在想这个怎么平衡，但是设计师脑袋真的是装死。看到这个虫子我就很生气。然后这欧罗拉确实得削弱这欧罗拉不削弱真没道理。然后萨米拉确实也该增强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然后这个比较强的应该就是这个乌尔加特的伤害提升很大，他之后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玩那个斗士95原本是还不错的选择，那科加斯他妈瞎搞一通之后，现在直接就是
上一版啊，就是不是这个是下一版，然后上一版之前的虫子是现在这版的强度就是多了大概20% 吧。哎，他把那个 bug 修掉之后，现在虫子就是2费卡，就是2费卡水平，2费卡水平真的是太离谱了。而且他们加强还只加强那么一点，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没测试。这肯定是直接对半砍魔力啊，至少要砍30%。这个魔力改到80一点的问题都没有，我敢100%保证，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哎，然后这个重置，我其实一时之间看不太出来这卡怎么样。如果他体质没调，那还是用不了，我感觉。那这佛爷确实该砍，这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体质不调还是用不了，他得加一点体质啊，不然他那个装备没有适配性啊。他这个得加一点体质啊。然后这个征服啊，这也是稿子。然后这个调这个以眼狂野是人我吃，真的是是人我吃。啊，这个玻璃大炮确实太强了，这以眼狂野你这样改，妈谁要拿？哎，真是看不太懂他们在想什么。这玻璃大炮银色确实没有道理15%，这15%太强了。主要是还有这个游戏这一季还有很多 bug 都跟真伤联动的bug 加上它的数值就很强，会导致就太强了。哎，不过这也是 bug 害的。然后这虫菜妈的，这真的是是人我吃。还有人建议拿这个，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拿，你但凡是个正常人，你拿了一次就不可能拿第二次。我就无法想象那个妈拿一次还可以拿第二次的人在想什么。这东西就我还有聊天记录啊。我之前在跟这个聊天，他们聊天，我就说这个东西没加强50%我吃，然后后面对啊，这真的就加强50%，对啊。然后这皇冠意志，其实皇冠意志跟他没关系，就阳刀太强而已，跟这个皇冠意志没什么关系。那窃贼确实不该出现在21那他其实就直接删除就好了，他不应该存在的市场。这个赛博平台也直接删除就好，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就已经是死人了，还要在那边占别人的位置，妈的，不知道想什么。这个你也要砍，这个砍了就不知道在想什么。原本只是原计划太强了，导致这个还行而已。这个真没必要砍。哎，这看只作用在英雄身上，不然原本还会作用在什么身上？我其实不懂，原本还会作用在那个石像身上，是不是？确实啊，原本作用在石像身上去的。这个特性追踪器不移除，我也是不知道他脑子在想什么。这个也可以直接移除啊，这4音乐直接移除就好了。就是他们的平衡，我看完就是觉得还是很糟，真的是很糟。对，这些确实这些改的没问题，这些改的都没问题。这个禁用有 bug 嘛，然后这个洞族先机确实太强了，就没什么道理啊，就没什么道理那么强。对，然后这些改这些什么商店，我们也是就是都觉得很强。这考验手套你爸不再。就只给2个手套，妈是人我吃，这不可能这样改啊！这到底在想什么 ？OK， 反正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圣光夜色原界现在会正确回复期待者，对，现在有机会不触发，大概有50%的机会不触发光夜色。光夜色的数据比普通的夜色数据还差。光夜色应该 4.43 还多少？还 4.45， 然后那个夜色应该 4.3 吧？不，反正这个就是 bug 啊，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不过如果不怎么认真玩就不知道，但是 bug 实在太多了OK， 这个撞错伙伴的 bug 他说修了。OK， 好，现在看完之后就觉得说，这个平衡，可能不至于像这版那么离谱啊，但是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版本也是一坨啊，这我都不懂设计师在想什么，很悲观。反正就是大概数值填一填之后，发现这个垃圾还是垃圾啊。就是强者可能原本太强，那2个杀手应该还是强，圆应该也还是强，就是他想要捧斗士啊，但斗士的4费不行，
就只有强过度。哎，反正就这样吧，有机会明天再更新，拜拜。